那么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美股的迪士尼。这一次的股票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会员约稿。那先说一个结论吧，中期走势我是比较看好当前这个迪士尼向上的一个反弹以及它的一个反弹空间的。但是长期来看，它大概率会围绕目前这个高点历史高点$200到这个调整低点$80这个区间做一个宽幅震荡走势宽幅震荡走势。那下来我们继续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此次这个迪士尼上涨之后的这次调整它的一个所处的位置以及后期的机会所在。首先它上市之日起比较早，是1968年1968年一直持续到这个2021年走出了一波超级牛市。但是这一次的超级牛市，它整体的走势只是呈现了一个3波的形态。我们可以认为它是走了一个1、2、3，也可以认为它是走了一个 A、B、C。那下来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此次上涨的一个内部形态以及结构。从1968年最低点是 0.2 它是一路上涨到了第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位置大概是位于$42左右，它是完成了这个一浪或者是 A 浪之后经历了一个335的一个扩散平台型整理，335扩散平台型整理，完成了调整浪，此处是一个2浪或者是一个 B 浪。从相对这个回调低点大概是在$14左右，它就展开了这一次的主升浪。主升浪里面，如果是主升3浪的话，那就是31、32、33、34、35或者说是 C1、C2、C3、C4、C5。总之一点，内部形态已经决定了这次的上涨结束了，这是3或者是 C 浪。如果按照推动浪的结构来说，那么目前就是处于这个4浪调整期4浪调整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4浪回撤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这一次的4浪调整，它回撤是非常非常的深，基本上是回落到了黄金分割 0.618 这样一个支撑带的附近，也就是$86附近。那这个4浪目前来看还没有运行完毕，近期我们看到的这一笔下跌，它有可能只是完成了一个4浪 A， 主要原因是其内部出现了一个5波推动结构 4A。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5波推动，那必然会走一个锯齿形，那就意味着此处的调整后期大概率会走一个535的形态，届时才能完成全部的一个4浪调整，然后再次展开新一轮的大涨走势，也就是最后一个大5浪。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那么刚才也说了，按照 A、B、C 的结论来看，那我要重新划分一下黄金分割。那可以看到此次的调整也是临近了这个618的支撑，大致是位于$78左右，它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来看，向上的3波反弹是向上的3波上涨走势结束了，它必然面临一个反向的 A、B、C 回撤调整。那刚才也说了，这一波调整内部它走了一个5波形态，那这一块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下跌的 A 浪的开始。那此处就缺少一个反弹的 B 浪，以及后期还会再创新低的一个 C 浪。那这个 C 浪可能会跌得比较深，会跌到比如说$48左右才会完成此次的长期调整走势。那通过以上的2种划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此处的这个 B 浪反弹，不管它是一个4浪 B 也好，还是一个 B 浪也好，它其实都存在一个向上反弹同向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说到近期比较看好它的一个反弹向上的一个空间和力度，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下来我们先看按保守的方式所谓的保守方式，我们认为就是按黑色段，它这里会反向往下会走一个 A、B、C， 目前处于这个 B 浪反弹，我们就看这个 B 浪反弹向上的反弹幅度空间有多大。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好，我们调整到周线图。周线图我把当前的走势放大一些，
首先我们来研究这个 A 浪 A1、A2、A3、A4、A5，这当中这个 A 浪3当中啊，它又出现了一个次级别的5个子浪，分别是子浪1、子浪2、子浪3、子浪4、子浪5，这点是非常清晰的。那其实当下我们就是重点研究目前的这个 B 浪反弹啊，它的一个幅度空间。首先我们还是拉取一下黄金分割，同时我们再拉一下波浪尺。那我们按照以往所说的锯齿形535来看目前的这个形态，下跌的5波走完了，反弹是不是应该有个3波啊？整体归为 B 浪。那从局部的走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新的一个变化。BA、BB 目前是处于这个 BC 当中啊 ，BC 当中 BA 然后3波的一个回撤走势啊，完成了 BB。目前咱们就是处于这个 BC 当中。那其实我们现在重点研究的就是 BC 向上的一个反弹幅度以及空间啊，大致有多少？首先我们还是相对保守一些的看目前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无论是波浪尺还是黄金分割，上方的关键压力啊，我个人预期的一个目标压力，它是位于这里，大概是141到142美元这个区域，这是比较期望吧，应该说期望能反弹抵达的一个位置。那对于现在点位来说的话，119距离上方的这个点反弹压力位还有大概20多美金。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我们要关注这个 B 浪 A 的这个高点，大概是124，也就是说从124到黄金分割0.382这个127，它存在一个3美金的一个压力区域，124到127，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此处，我们才能看到141到142。那甚至于后期更强的话，那么可以往上继续看到618到 1.618 倍这个位置，也就是153到156。所以对于当前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它迫切需要向上突破突破这个124到127这个位置，只有突破了这里，才能向上打开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那中性来说，我们首先还是先保守的先看到141到142的位置再说。那后期一旦这个反弹结束比如出现周线的顶分型或十字星的话，那么会延续之前 A 浪下跌这个模型，会再次走出一个5波结构那届时这个 C 浪可能就说会跌得比较深，会去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月线的那个位置月线那个位置。这是按照保守的方式。那如果是乐观的状态，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月线所说的第一种预期，它是一个4浪 A， 目前是一个4浪 B 反弹。那如果是4浪 B 反弹的话，那就要看它后期有没有这种上涨的动能去到这个大概是174到这个170美元这个区域。如果它反弹的越高，那我后期我可能会更倾向于这是个4浪 B， 后下来还有个4浪 C。对于后期整体走势的预判可能会更清晰一些。所以当前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也是上方的压力目标逐级上看至少在某一个阶段它是处于局部同向，有一定的幅度是它是完全重叠的。好，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上方的压力。下来我们看看距离最近的下方的一个支撑在哪里。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从天图来看此次上涨可能中途会有一个小调整比如我现在所拉的这个位置那么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个支撑的点位大致是位于首先是看到112，其次是看到 0.236 到 0.382 这个区域中间的一个位置，大概是位于108 112到108这个区域，可能就是近期如果它能回撤到这个位置，可能是会存在一个短线继续看涨的一个机会后期整体的一个上涨走势，它可能是在天图也会出现一个完整的五浪推动形态，然后再次出现阶段性的调整，然后再考虑向上上行的一个上涨力度。所以近期对于这个美股迪士尼来说的话，还是相对保持一种乐观的一种态度。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那就是等待
因为直接去追的话，你可能会承受着不确定的回撤风险，那么心理压力就会特别大。但是如果它确实出现回撤，那对于你来说的话，止损比较小，风控比较小，同时向上看的盈亏比又特别大，那么这也是一种操作的方式方法。好，今天下午关于这个迪士尼的波浪结构分析以及后期展望，那么也是用视频的形式一一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下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